老虎一旦灭绝了，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新疆惨痛的教训至今难忘。老虎是亚洲地区独有的一种大型猫科食肉动物，也是地球上体型最大、最具有力量感的猫科动物。老虎曾广泛的分布在亚洲各国，包括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就连西伯利亚也是有着老虎分布的。因为老虎这种动物对环境的适应力极强，不管是热带雨林还是北方的极寒天气，老虎都能适应。在极强适应能力的背景下，老虎用了数千年的时间发展出了8个亚种。曾经在人类干预较少的森林里面，老虎是非常常见的大型食肉动物。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地球开发的加强，老虎的生态圈受到了破坏。如今老虎的8个亚种中有3个已经完全灭绝，剩下的亚种也几乎都处于濒危状态。那么要是老虎彻底灭绝了，会对地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已经有不少老虎种类灭绝了。老虎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动物，同时在中国民间关于老虎的文化传说也有很多，比如说武松打虎。根据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老虎是树林里比较常见的一种野生大型食肉动物。在古代的某些封建王朝时期，一些军队里面的战士也会以打虎为乐，有一些将军身上还会有虎皮制成的武器装备，这就足以证明当时的老虎数量绝对不可能太少，否则光人类捕猎就足够让老虎灭绝了。可现在在我国很多地方所分布的老虎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比如说生活在新疆的新疆虎。新疆的老虎在学术上的名字叫做里海虎，这种老虎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在中国的新疆地域也曾长期有所分布。在新疆一些小国的历史文献上也能够看到关于这些老虎的记载。可现在新疆的老虎已经基本灭绝了，这和新疆地区的开发以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是有着直接关系的。生活在新疆的老虎有自己的传统生活栖息地，比如塔里木河流域。因为塔里木河流域附近本身分布有大量水草、鲜美的绿洲，这些绿洲的存在让新疆的老虎可以逐水草而居，并且在绿洲里面可以捕猎到足够多的食物。所以新疆的老虎有的时候比一些生活在内陆和南方的老虎繁育的还要多，因为只要到了特定的季节，绝大多数的沙漠动物都会聚集在少数的绿洲中，这就为老虎的捕猎提供了便利。所以那时的新疆老虎几乎出没于每一个茂密的绿洲、胡杨林和芦苇丛中。新疆的老虎也主要以沙漠野猪和羚羊作为食物。相当多新疆老虎的体型能够接近孟加拉虎，但随着新疆的区域开发，大量的绿洲被破坏，塔里木河的水流量也在减少，绿洲的消失就直接威胁到了新疆老虎的生存环境。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在新疆很多大河流域的绿洲还能够看到老虎的踪影，可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以后，新疆的老虎就几乎绝迹了。如今新疆的老虎成为了一种只存在于史书上的动物物种，几乎没有关于新疆老虎的任何标本和影视资料能够流传下来。而新疆老虎的例子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老虎虽然被称为是百兽之王，但是在人类面前，任何动物都是脆弱的。任何一种在地球上繁衍时间极长的动物都有可能会因为人类的活动而灭绝，而每一种动物的灭绝都意味着地球生态圈的洗牌和重洗。我们还是举新疆老虎的例子，在新疆老虎灭绝以后，当地的生态圈就发生了巨大改变。新疆老虎的灭绝带来了很多问题。原本新疆的老虎能够在西北地区生活那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新疆的老虎早就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态圈。老虎的存在是维持新疆地区生态物种平衡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老虎是西北地区少有的可以大量捕猎戈壁荒漠间野牛和羚羊的物种。可老虎灭绝以后，就意味着新疆荒漠上的野牛和羚羊没有了天敌。在最近100年的时间内，新疆的野牛和羚羊族群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新疆野牛和羚羊的数量几乎是以前的数倍之多。
而食草动物的快速繁衍又从根本上摧毁掉了新疆的生态环境。因为野牛和羚羊本身是食草动物，它们是需要吃绿洲里面的水草，甚至是树木的。原本有老虎等大型食肉动物的存在，野牛和羚羊的数量可以得到天然的克制。就算它们可以消耗掉一些绿洲的水草和植物，但消耗的量没有增长的量多，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生态循环。可老虎的灭绝导致野牛、羚羊等食草动物可以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去消灭水草和植被，这对当地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荒漠地带的绿洲数量本就非常稀少，而野牛、羚羊数量在不断增长，最终它们每年所消耗的水草量超过了新疆绿洲水草和植被的增长量，就造成了大量的绿洲被食草动物吃干抹净，这些绿洲几乎都被沙漠所吞没了。这也是现在新疆地区的沙漠化问题会比100年前还要严重的原因之一。当地的生态圈已经严重失衡了。而在大量的水草和植物被消耗完毕以后，野牛和羚羊的数量就开始锐减。因为新生代的野牛和羚羊不像祖辈一样可以找到充足的食物，大量的食物已经被他们的祖辈消耗完毕了，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生态循环。随着新疆的水草绿洲数量的不断减少，野牛和羚羊也在走向灭绝，到最后在这片土地上将没有任何自然生命存在。所以新疆老虎的灭绝的确引发了一场生态危机，而且类似的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也没少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的兔子泛滥。所以任何一种物种的灭绝都会代表生态圈的洗牌，而一旦无法填补上生态圈某一环节的漏洞，就可能会造成恶果。3. 停止破坏生态环境是必须的。在近10年的时间内，地球生态环境会发生巨大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活动。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寿命迅速延长，人类的总量也在增长。人类是当前地球上最庞大的种群之一，大量的人类也就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人类的增多也挤压了动物的生态圈。可如果仅仅只是人类增多，不至于给地球生态圈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毕竟人类也是地球生物链的一部分。可问题是，人类与其他的所有动物都不同，人类学会了掌握科技，学会了发展工业，而人类对地球的大规模开发才是造成生态圈失衡的罪魁祸首。在近几年时间内，几乎所有有良知的国家都在出台新的政策，希望保护地区生态环境，甚至是限制工业和科技发展，也要保护生态环境。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政策是本末倒置，是得不偿失，但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如果不尽快让地球的生态环境恢复到平衡状态，那么以后人类也同样会受到影响。人类的科技还没有发达到足够让我们脱离自然界生活，人类的大多数食物、大多数资源都来自于自然界。如果自然生态体系崩溃，也就意味着人类能够享受到的资源也会减少。这也是很多国家会出台针对性的环境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原因。因为随着地球上灭绝的生物、植物数量的越来越多，以后人类的生活也同样会受到巨大影响。其实对现在的地球来说，人类只需要守在自己的少数定居点，把剩下的地球都交给自然界中的物种，就已经能够从一定程度上确保这些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了。而对于人类来说，在去野外进行探索和探险工作时，也要注意不要污染当地的生态环境，比如乱扔垃圾，再比如说刻意的破坏当地环境，这都是不可取的。一旦生态环境体系崩溃，依靠人类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解决问题。老虎灭绝所带来的影响就已经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任何一种动物在自然界中都有自己的定位，包括人类自己，也有人类不是自诩为地球之灵吗？那人类更是应该去主动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地球上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同胞。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生态圈，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人类作为最强大的地球生物，自然应该给那些存在生存问题的动物提供针对性的保护。
如果地球生态环境崩溃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物种都将无处可去。结语：地球的生态圈演变历史要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现在有很多人类狂妄自大到认为自己能够掌控地球，能够掌控星球的生态变化，但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对地球资源毫无节制的开发，对生态环境毫无底线的干预，只会带来更加可怕的后果。人类不应该傲慢的觉得自己能掌控地球，实际上如果没有地球，也就没有现在的人类文明。